这一讲啊，我们重点关注宣帝的婚事。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宣帝登基之后第一次坚持自己的态度，不惜忤逆霍光，而且它足以让我们见微知著，看出宣帝将来一以贯之的政治风格。政治的风险不亚于军事，所以兵法在政治领域总能找到自己的适用场景。兵法里面有一些截然相反的训诫，有说先发制人的，有说后发制人的，运用之妙，村户一心。宣帝即位伊始，就在婚姻大事上搞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打法。宣帝的即位终于解决了皇帝人选问题，不过一个令人安心的蛮悖的朝廷，不仅要有皇帝和群臣，还要有皇后和太子。宣帝登基之后，结发妻子许平君虽然也跟着一荣俱荣，但只有一个婕妤的头衔，并没有成为皇后。自然呀，他刚刚生下来的那个男婴也并不就是太子。当时霍光啊，刚好有一个小女儿。资治通鉴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亲，公卿亦更立皇后，皆新拟霍将军女，亦未有言。这段内容的原始出处是《汉书·麦戚传》，但有了2处抄写错误，也不知道是司马光弄错了，还是后来的传抄过程当中搞错了，给读者造成了一点理解困难。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回到《汉书》的文本。霍光的小女儿并不是和皇太后亲，而是和皇太后有亲，这个亲戚关系啊还很近。霍光的小女儿就是皇太后的亲姨妈。勾官们考虑皇后的人选，根本就没有把出身低微的宣帝原配许婕妤考虑在内，而是皆新宜霍将军女。新宜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却被《资治通鉴》写成了新拟，但这个时候大家还只是新宜，并没有说出来。宣帝聪明呀，就聪明在这儿，别看他是孤家寡人一个，年龄也只有18岁，但他竟然及时察觉到了大臣们的心仪对象，并且敏锐地意识到，一旦有人宣旨于口，甚至正式上一份奏书，自己可就骑虎难下了。所以啊，他首先出招。史料的原文是诏求微时固谏，意思是说啊，宣帝下了一份诏书，说自己还只是普通百姓的时候有一把剑，现在呀找不到了，希望大家呀帮自己找找。宣帝如今贵为天子，想要什么宝剑不能有呢？所以诏书的言外之意很明确，朕呀是个特别念旧的人。朝廷大员呀一听就懂了，那就别去自讨没趣了，转而呢建议立许婕妤为皇后。于是就在当年11月，许平君呢真的被立为皇后了。从此以后就留下了微时固谏这个典故。皇帝册封皇后也好，文官给过世的皇后撰写悼字也好，只要和汉宣帝小两口的情况啊搭得上边，大家呢就特别爱用这个典故。比如唐德宗册封淑妃王氏为皇后，文本是名臣陆贽写的，有一句对仗是永怀请匡之志，且怀求见之请。上联出自《诗经》，讲的是后妃之德，下联就是用固谏典故渲染皇帝是个念旧的好皇帝，和糟糠之妻同甘共苦。不过唐德宗和王氏成婚的时候，德宗的身份是鲁王，王氏的身份是嫔妃，比汉宣帝小两口当年呀不知道高贵了多少。所以典故虽然用对了，但情节一点都不感人。宫苑题材的诗歌还会反用这个典故，比如南宋刘克庄的一首绝句：妾意酣如溪，君心苦不长，唯闻求固谏，别有献名当。这是以女人的口吻诉说自己虽然食之不渝，但无奈君王见异思迁呀。我们读历代诗词，和固谏相对的有一个经典语码，叫做心间。它的出处是汉乐府当中的一篇五言诗，描写的是一名被抛弃的女人偶遇前夫，她缠着前夫，非要前夫说说自己和新欢谁更好。前夫先说各有各的好，新人宫之间，故人宫之素，两个人呀都会纺织，但新欢呢擅长织间，前妻擅长织素。间和素都是中高级的纺织品，但素比间值钱一些。从产量上比较的话，织间日1匹，织素5丈余，前妻每天的纺织量比新欢多一些。比来比去，结论来了，
将间来比宿，新人不如故。这样一看，新间和故间简直就是一组绝对。所以早在南北朝的时代，江总的诗句就已经有了奈许新间张雀意，无由故间动君心。汉宣帝求故间念旧情，其实这情呢并没有多久，小两口新婚才1年多，又刚刚生了一个男婴，突然被送进了险恶的宫廷，相濡以沫还来不及呢。退一步说，宣帝当了皇帝之后，满朝文武都跟自己不熟，唯霍光马首是瞻，后宫压着自己一头的上官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如果枕边人再变成了霍光的女儿，这日子想想就苦啊。耐人寻味的是，大臣们态度的转变，他们竟然真的因为这位少年天子的一句暗示，就打蛇随棍上，完全不考虑霍光的喜怒了。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缘故，已经成谜。但是事情远没有就这样结束，大臣们心仪的这位霍家小女终归要上位的。他家好像也不忌讳，如果霍家小女真的做了皇后的话，那么她就会一方面以宣帝妻子的身份和宣帝成为平辈，一方面以皇太后姨妈的身份变成了自己丈夫的祖母辈，一家人好乱呀。如今许平君既然被立为皇后，那么水涨船高，宣帝的岳父许广汉总不好再做什么铺使色夫了，但应该给他个什么头衔才好呢？按说许广汉真的赶上了好时候，因为封侯的标准越来越宽松，儒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是有机会拿一个彻侯头衔的。诗经之所以和儒学有关，是因为儒生在春秋和诗经里边找到了给天子的岳父和大舅哥提高分封标准的例证，这就是《汉书·外戚恩泽后表》的序言里说到的后复举春秋包季之意，地救援大雅申伯之意。春秋有一条记载，简单的4个字，季侯来朝，意思是说季国国君来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问题来了，季国只是5等爵里的子爵级别，国君应该称为季子，而不是高出2级的季侯。为什么子爵忽然升级成了侯爵呢？原因是周天子准备娶季国国君的女儿当王后，但季国的级别太低了，不合适。这倒不怪周天子势利眼，而是因为王后娶进门是要和天子一起奉宗庙的，而奉宗庙也就是祭祀列祖列宗，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重中之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所以呢，如果让身份低贱的人伺候列祖列宗，这是对列祖列宗的大不敬，万万不可以。解决方案说来倒也简单，先给季国升级，在连升2级之后，那么新来的王后就不再是低级别的子爵之女，而是高贵的侯爵之女了。这一条春秋大义核心思想以一句话概括，就是王者不取于小国。如果拿这道理论套用在许广汉身上，那简直再合适不过了，怎么都不能让一个区区铺使色夫的女儿和皇帝一道承担奉宗庙的重任吧。但霍光不同意，他的理由竟然很充足。无论给许广汉封多大的官，受多高的爵，都改变不了他是个行于之人这个客观事实。而一个行于之人，一个犯过重罪，被阉割了肢体的残缺再也无法修复的男人，怎么可以封侯呢？事情就这么纠结了1年多。下年在这1年多里，每一次旧事重提，就相当于在宣帝、许皇后和许广汉的伤口上狠狠撒一把盐。终于结论来了，封许广汉为昌城君，也就是说到底还是要提升许广汉的地位，但必须矮彻侯一头。似乎昌城君听上去也不错，但时代变了，如果看看汉代封某某君的先例，武帝的外祖母臧儿受封平原君，武帝同母异父的姐姐受封修成君，皇帝要封沾亲带故的女人才是封君，而不是封侯的，这多少会让许广汉难堪吧。所以后人读这段纠葛，难免会怀疑霍光小心眼儿。宋朝学者胡寅就是这么看的，说霍光爻辞不给许广汉封侯，显然就是为了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的事情怄气呢。明朝狂人李治也有评语，意思是说
人家宣帝早已经娶了许平君，娶都娶了，你霍光还在这个世上纠缠什么呢？真没见识。确实，我们很难理解霍光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无论如何，宣帝作为一个不忘微时故贱的人，心里一直憋着要给岳父大人争地位的念头，将来到底还是给徐广汉封侯了，这是后话。本年度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上官太后回到长乐宫，长乐宫首次设置屯卫，这条史料很难读懂。上官太后回长乐宫，这倒是正常举动，因为她本来就住在长乐宫，特殊时期坐镇未央宫，事情结束了，当然还要回去。但是长乐宫初置屯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可能是在长乐宫原有的安保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安保力量，但问题是，宣帝显然没有任何能力危及上官太后的安全，哪有什么加强安保的必要呢？也不知道这到底是霍光疑心生暗鬼，还是真的有什么暗流涌动，需要小心提防。昭帝元平元年的大事件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讲再见。